中共必须在岛内培养一个循规蹈矩的代言人，能够言听计从的代理者，必须是一个对于这个中共有很强烈的痴迷投怀送抱型的，对，言听计从型的啊。然后你只要公告这个圣旨，我就接旨照办的。讲难听一点，是跪得下来的人。中共对于台湾的武力威吓或者是侵台的这个能量等，事实上是一路在下滑的啊。还有美伊战争，川普打伊朗嘛，其实也是打给中共看的哟。美中之间在军事科技上存在着明显而难以跨越的科技代差。所以美国能够把伊朗打成这个样子的话，难道中共你自己不会头脑清醒想一想吗？我如果打台湾的话，我会不会面临到跟伊朗一样的命运？所以有人讲说什么今日和睦之，明日台湾海峡，不是今日伊朗，明日中共，可以肯定2027攻台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微乎其微。这就为什么他要挡军购。对，他要挡军购的一个非常关键原因，就是我们的海马斯是可以打到300到500，300到500对，我们可以把福建沿岸的所有的基地都打掉。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不能忍受的，中国不能忍受，所以才非要国民党非要把这个军购给挡下来。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主旋律，当然就是中美对抗。我们也知道这几年来，中美对抗改变了很多的游戏规则，改变了很多的世界秩序。而在中美对抗里面，最重要的戏码当然就是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的博弈，而两个人要在5月见面。这场见面当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两个人在川普第2任上任之后首次的见面，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的交锋。而这个交锋之前，我们看到习近平特别安排了郑丽文到中国去访问，也安排了政协会。这个过程特别有趣的是，他拉抬了郑丽文的一个位阶，而郑丽文回到台湾之后，在整个统派媒体里面有2个关键的媒体，一个就是联合报，一个就是中国时报，两个媒体都用社论非常抬举，非常称赞郑丽文。一个说郑丽文是和平保台，一个说郑丽文是一锤定音。也就是现在郑丽文因为去了中国，因为跟了习近平见面，而且他是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就算忍受各种的屈辱、各种的压力，他都办成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他回来之后，他会变成了习近平在台湾的代言人，甚至他会变成了台湾统派的一个代表？如果他真的变成台湾统派代表，他又有媒体的加持，他未来在台湾能够发挥的能量会有多少？而台湾因为这样的风波，两边的对立又会有多激烈？也就是现在你看到的总预算受到耽搁，你看到了军售预算受到耽搁，而这个耽搁会不会持续下去？而且台湾过去一直来讲，我们的主轴也是亲美，而在郑丽文回来之后，这个亲美会不会变成了反美？会不会变成了以美？会不会变成了抗美？而这样的一个风潮，而中美的对抗后来的最主要战场，会不会就在台湾的内部呢？好，在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要找这个熟悉美中台关系非常熟悉的这个政大国际关系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宋老师你好。宝杰兄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宋老师，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现在的主旋律当然是中美对抗，你看中美对抗已经改变了很多世界游戏规则。然后呢，这个5月本来要川习会，但有趣的是，他现在特别安排了郑丽文去。那郑丽文去，很多人都觉得那是小事情嘛，你就是去了，你就是朝贡，那你就被羞辱了。可是后来发现回来的氛围不一样，你会发现有一股力量，特别是在红色统派的这个里边，他不断的在纠结。你就看到2大报，我们过去讲的2大报就是中时联合，居然是用社论，用非常高规格，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去肯定郑丽文，这在过去是非常少见的。所以郑丽文回来之后，他有什么不一样？回来之后，他是不是就真的变成了习近平钦点的代言人？而这个习近平钦点的代言人在台湾确定之后，那难道习近平的手或者他的影响力真的有办法伸到台湾里面吗？郑丽文回来之后，很明显看到了就是统派媒体在替郑丽文超强势的造势。他们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个氛围。我首先强调中共那个方面，台湾的这个统派的媒体跟台湾的亲共的这个政治人物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啊，他们之间我认为就是日常保持联系了哈。所以你看回来，我们先讲回来，我们回来之后就是有一
股强大的力量一直在塑造一种郑丽文路线。对啊，郑丽文路线，这个郑丽文路线呢，其实跟过去很不一样啊。这个其实国民党的体制已经改变了，不是传统的那种所谓的那种亲中也好，我现在已经是变成是一种联合共产党来对抗美国，叫做联共抗美。所以现在他已经从所谓的以前的以美啊等等的变成是抗美。对。为什么是要抗美呢？我们就讲两个关键。第一个，为什么中共会提前，我们称之为超前部署嘛，哈，或者要提早下手，让这个正习会先于川习会来召开，目的非常非常的复杂。当然，我们表面上来看，他是要跟美国要去对呛嘛，哈，我先见这个台湾这个统派的势力，但是其实呢，它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说，第一个呢，我提前告诉美国。我有这个能力在台湾阻断你的军售案。对啊，所以你得说，郑丽文来了以后，这个军售案不但不会过关，这个军售案会因为这个郑丽文去了中国，这个军售案阻挡的力道会再加强。对，换句话说，郑丽文等于得到了习近平的政治加持嘛。所以他们后来开完会不是进去密室会谈吗？对，密室会谈，我觉得很容易想象，习近平就不要说指着鼻子了哈。至少是殷殷的耳提面命郑主席，请你帮我把关，对，请你务必要把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国防特别预算，一定要给我挡下来。这个很容易想象，在密室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交代，对所以我认为啦，我们的军购案或叫国防特别预算，其实已经非常不乐观了。先前已经不乐观，现在可能会更加的不乐观，对，甚至有可能就是无限期的拖延。可是这个点对我有点不了解，就是以台湾的民意来讲，我们看到所有的民意里面，大概60%几是信任美国，对，而且也有60%几以上，我们都认为我们需要美国的军购来保护台湾。对，那如果是在状况下，国民党除非你不要执政，你不要中央执政。否则的话，你等于是跟60%几的民众去对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要只去抓那个少数，抓那个20%、30%的少数，而要去跟60%对抗？你这样的话，你不会让整个年底的县市长的选举，甚至2028的总统大选更为难吗？对，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在野自卑症了。在野自卑症，什么叫在野自卑症啊？意思就是说我即便是永远的在野党，但是我只要能够国共一家亲不是两岸一家亲吗？国民党叫国共一家亲，对，我就能够继续保持在台湾生存的一种后续的能量。所以他现在不一定保选战的输赢，但他保国民党的政治能量。对，他要保存他的体力然后这个当然2026第一仗嘛2028是第二仗所以我认为这个在野的自卑已经让国民党觉得就是说，我这个长时期的在野可能是一种宿命，但是在宿命当中要保命怎么保命呢？我就靠习近平对我的一个支撑，对我的加持所以他现在是保身体保体质、保能量他不一定能够就是这个保选举的这个胜利对，而且2026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就是一刀切。换句话说，如果郑丽文路线的效应持续发酵的话，其实很难说哟，很难讲所以这个对台湾选民来讲，就是一个很艰难的，甚至是很痛苦的二元选择，你是要统还是要台所以对选民来讲是很严酷的考验，在2026就会开始。所以你说，就算这个郑丽文把他的郑丽文路线很清楚，就是我是亲中抗美的这条路线，那我是帮着这个共产党，我帮过中国去挡军购，挡美国人把势力、把力量伸到台湾的这样子一个努力。你说在这个年底的2026的选举不一定会失败，不一定但就要看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2026同派的媒体来自于这个中共的对台政策，来自于这个郑丽文自己本身的这一种表现冲刺等等的。也许会形成某一种的力量因为容我不客气的说台湾人民很好骗这个可能不是很文雅但是确实是很容易受到那种政治的那种
我称之为政治发烧症就是那个选举的时候，你看这个激情粉丝文化的那样的一种躁动等等。台湾的人民很善良，但是也很容易受到政治人物的操纵等等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即便他们作为这个在野党，他们也可以长期扮演一个对民进党叫做血海深仇所以他与其说舔共，你不如叫做恨绿。他有这么恨绿？非常的恨绿，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在野自卑因为他堂堂一个100年大党嘛，对然后下来之后沦为这个在野党所以他曾经有一段非常非常这个挫折的一个岁月那么所以你说他舔共背后的这个心理情节，其实是对民进党恨之入骨这种血海深仇，其实你慢慢去可以体会出来。所以他有这个东西有趣了其实基本上大家就都在台湾在这个岛内，可是你说他们对民进党的仇恨是远高于美国，远高于中国，是因为远高于美国跟中国，所以他们才要选择了一个完全抵抗、完全焦土的政策。那那个仇恨到底有多深？是仇恨到同归于尽都可以了，同归于尽。我敢这么说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叫恨之入骨，就是说宁可为了要下架民进党，我宁可去上架共产党。就是慈禧讲那句话，宁与外人不与家门。对，也没有错，就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其实很符合人性的表现嘛。就是说我爱不到你，我就把你摧毁那我若恨你的话，那我就找别人来对付你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个恨绿情节要远胜于他的愚昧，是其实可能更高于他的舔共。他是基于恨绿，所以跑去舔共。用舔共的力量来支撑他在台湾继续生存下去的政治能量。即便是永远的在野党也无所谓，也无所谓可是不是取得政权是所有政治人物的最高目标。你当然可以讲地方2026的县长选举是地方选举，跟这个所谓的国家路线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到了2028，那是国家总动员，那是一个元首的选举。元首选举，国民党不是没有机会因为在上次赖英德也不过拿了40%而且你就看到现在他也有一些等于说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也得到很好的评价也有很好的支持他们难道连这个东西都提前放弃吗？还是觉得说我硬干到底也会有好处？我觉得没有赢得总统或者是执政的这个权利并不等于说国民党在台湾没有舞台你只要有一个舞台，也许我今天我可以当主角那但是只要舞台能够保留下来，我至少还可以在上面跑个龙套吧。你不会消失，你不会泡沫。所以舞台可能比胜选更为重要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他会那么样的轻功？容我坦率的来讲，其实是走投无路之下的找一条路了。走投无路因为我刚刚讲就是说，他们其实内部已经意识到，就是说要拿回执政权何其不容易嘛，哪有那么容易？可是你县市长，你有多数的县市长在你手上，你现在也有全国知名度的，包括卢秀燕、像蒋万安，这都有非常高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的声望。难道他们连这个都放弃？还是说他们认为这些人你也不是我们自己人，所以你们就算拿到政权，跟我的利益也没有关系？对，这要看国民党对于所谓台湾民意怎么定义如果说他把台湾人民的那个投票，当然投票很现实一投下去就一翻两瞪眼了如果他把台湾的民意当作是一种附属之物，我真正的是我的这种政治的路线、政治的舞台跟政治的主张都能够得到媒体的支持，或者是扩大的这个宣传等等，我国民党的存在感还是有呀乃至于就是说我的论述权还是有呀那么当然有机会，也许我这个不小心我赢得了这个政权，那当然是更好但是即便不能够赢得政权，我依然可以保留我的舞台，我依然可以这个主张我的论述所以他这个我认为他的舞台论要比他的执政论还要更明显就我要维持我的价值，维持我的利益，维持我跟中国之间那个若有似无的一些关系。不只是若有似无，我觉得这样非常强烈公开表态了。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是，为什么是郑丽文？因为我觉得从郑丽文的出现，我就觉得让我觉得眼睛一亮。也就是说，他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重要选举，他也没有担任过国民党的重要的职位。因为刚才讲，你选举没有从来讲连立委你都没有选过，你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重要的职位。
可是他居然就在这一次横空出世。横空出世，你可能觉得说是因为卢秀燕不参选，所以有一个空间让他趁虚而入。可是不对，因为他背后是有强大的媒体在支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中天在后面是非常强大的支持，对，联合报在后面也是强大的支持。那你说他只是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强大的支持也就算了，你连你这一次去政协会，你回来之后，两大报还不惜给你最高的这个称赞，就代表郑丽文是代表他个人吗？还是说这个人本来就经过里面的挑选出来过的，而这个挑选出来过的是北京也在参与在这工作，他是北京所我们讲属意或者是钦定的人选哦。所以你看那个东大厅他们会面的时候一个天真无邪的郑丽文面对一个老奸巨猾的习近平，对，你看习近平那个讲话真是沉稳低调然后这个绵里藏针。然后那个郑丽文就有点又像是名嘴嘛或者是那种运动的那个运动家政治运动家一样，他的声音非常的高亢很尖锐等等的。其实从这个对比里面你深入的来看，一个才是真正的老谋深算一个是我觉得是有一点涉世未深什么叫涉世未深呢？实体上来讲他其实是国民党的少数主席他这个党内的这个选票好像不到30%嘛等等。那你刚问到那为什么是他？对，为什么而不是郝龙斌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候选人？因为呢，中共他认为郑丽文比较好骗，比较好支配，比较好操弄。我这话讲得很露骨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候选人其实都是很资深的人嘛赵少康然后这个郝龙斌等等等中共可能会驾驭不住。现在中共对台湾的驾驭能力很重要，中间只要有任何的闪失或翻盘的话，它整个对台的这个统战的那样的一个路线或者是那样的一种支架，基本上就很容易断裂所以他必须中共必须他们称岛内嘛在岛内培养一个循规蹈矩的代言人，是能够言听计从的代理者。对。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铺陈中共才能够铺陈。中共对台的这个统战和渗透不是一条线我在我书里面有10条线，我列出10条线，所以他是在各个方面来寻求一种我称之为这个章鱼八爪式的那样的一个渗透。所以能够操弄这个工作呢，必须是一个对于这个中共有很强烈的痴迷痴迷感或者是痴迷感就是投怀送抱型的，对，言听计从型的然后你只要公告这个圣旨，我就接旨照办的等等的。讲难听一点，是跪得下来的人。那可是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刚刚讲的，他本来在党主席选举里面不到30%，对，他在国民党内也没有很强的这个所谓的派系，或也没有很强的这个能力，他有办法去执行这个习近平或是执行中国在台湾我要求你做的事吗？还是说其实不是郑丽文只是一个代表，他其实背后已经有一个庞大的力量在后面 support 他了？我认为中共在台湾已经这么多年所铺成的那个统战的那个背景的力量，事实上是郑丽文无法阻挡的。我觉得他有一点是像我们游泳的时候因为浪很大，所以呢被浪就这样子强大的推就一直推送所以第一个我认为郑丽文本身他是阻挡不住背后的庞大的，而且是在台湾我认为已经是深耕很多年了不是这1-2天所形成的那样的一种红统的这个力量，像这个巨浪推着一个游泳的人一样推着往前走当然我们也不必就是替他来这个吹嘘郑丽文路线其实也会受到很大的挑战譬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党军购我觉得对人民是有感的，对人民是有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军购好歹也是我们的保命嘛所以国防特别预算不是特别预算了，那都台湾的保命预算那么中共的想法是说，我只要找到一个人代理我就可以这个挡下军购然后这个台湾买不到美国的武器台湾就自己会投降这当然是他的如意算盘谁来做这个工作？你其实在党内跳来跳去最擅长、最活泼、最好动、最积极的不就是郑丽文女士吗？而且没人敢也只有他敢对所以我说他天真无邪嘛所以他敢冲敢拼所以这个角色我想中共是很满意的，否则习近平不会见他了
那么建它当然还有很多的目的，我觉得最终极的一个目的啊，除了这一次说什么抛出什么大礼包啊，什么惠泰10个政策，不是大礼包啦，是统战这个懒人包啦，或者叫渗透包啦等等的，所以他利用这个郑丽文的这样的一个种特殊的人格，他的人格的话就是变来变去嘛，他的政治弹性很大，对，那政治弹性很大的话，他就会接纳。比较能够大幅度接纳中共给你的统战的这个压力，或者给你统战的这样一种推力所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应该他是最适合让中共满意的一个人选。好，那当然在现在的主旋律还是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我想，也就是说，现在本来在你的书里面提，美国要去对这个中国，叫小院高墙。对，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换成是一个大院铁墙，比如说我现在要用更多的包围。更多的 deterrent 就是更多的威吓去对付中国。那等于说现在台湾这几年来，我讲为什么觉得中国有一点失望，是因为中国现在美国已经把台湾包围，就是在军事上的，在科技上，你也可以从在投资上，你看我们现在投资到美国已经80几了，我们现在今年我们在这个美国出口已经创了非常高的新高了。对，那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投资其实越来越少了，所以就。台湾这艘船已经越来越偏近了美国，所以要在这个大院铁墙里面，我们要讲，我一定要放一根针，放一个木马屠城，我一定要去穿破，我要告诉美国说，在这个内部里面我有影响力，我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我在这里面我可以阻挡你们之间的一个合作的。现在郑丽文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吗？那这个东西对未来的川习会或者是中美的对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说是木马屠城，我是讲的太客气了。因为木马屠城基本上它是一个后门程式嘛。现在它是利用这个郑丽文来做一个怎么样代理执政。我虽然没有实质上统治台湾，但是有人帮我治理那么帮我宣传我的政策，帮我执行我的政策等等。所以它不是光是木马屠城而已不是后门它是前门是一个代理执政的一个角色那么另外一方面，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在川习会面前，之前来搞这个政习会，是不是在收集中共在收集以这个政习会所得到的一些掌声、光环或者是回应等等，来作为他和这个川普谈判的一个筹码？什么筹码呢？台湾有很强烈的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力量你看他们的主席都到我们这边来访问而且还在他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国父的面前，留下了这个泪水等等的，所以而且他主张一中政策他反台独等等的所以习近平说我在台湾有人而且有团体有力量等等的，而且最大在野党对，最大的一个在野党那么所以那你川普你是不是应该要至少减少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当然我是这么打比方来讲，就是说郑习会就有一点想打个比方了就是好像伊朗跳过川普去找美国的民主党谈停火了这个应该是蛮可笑的一个比喻嘛对但是即便是如此，我觉得中共在收集在川习会之前收集郑习会所获得的一些筹码，不管是大筹码或者小筹码所以他的这个会台的10项政策等等，每一个都能够证明，就是我对台湾是和平的。我帮他的小企业办理注册呀。然后呢，我帮他开港口对，甚至我这个厦门、金门等等，我通电、通水、通气等等4通嘛等等，我还有两岸青年之间相互的交流。台湾的农产品也可以进来我们也开放我们的观光客到这个到台湾去观光。我们两岸关系不是一片形势大好吗？你川普不要来搅局而且一中政策就是去中华民国嘛，那不就是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吗？所以台湾都在支持一中政策的，那你川普你还在搞这个一中一台，或者说是支持台独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一种反向的质问，或者是一种筹码的证明来跟川普做一种台面上的较量。那他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川普会买这个单吗？而且看起来就是他为什么要打台湾牌？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他也绝望了。他这个绝望就代表我现在在 AI 的领域上，我在军事的领域上，我在很多领域上，他可以看出
他跟美国的代差。他本来可能还期待说，我用 A2AD，我来威吓台湾，也就是我用我的火箭军，我让你的航空母舰完全不敢侵入台湾。我因为不敢侵入台湾，台海就变成我的内海，我就可以对台湾予取予求。可是现在从委内瑞拉，你今天从伊朗的战争就非常清楚说，过去中国的 A2AD 在美国来讲已经完全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个林肯号101枚的飞弹打林肯号，居然没有1枚打中，也就是你的飞火箭军，你不要说你内部的贪腐，也就是说今天习近平其实面对他几个东西是军事上面，他对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威胁性。在经济上面，两边越脱钩，对整个习近平来讲，他这个国家越败亡。那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只剩下一个把手，他只剩下台湾了，所以他现在只能牢牢的把台湾抓住，是这样子。习近平达不到，他达不到这个，在这个川习会当中，去改变川普的对台政策，或者是说影响整个这个印太格局的这个力量。你觉得川普不会做任何的让步或妥协？对，不会因为一让步的话，就是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领导能力的削弱。那么你看他打伊朗。他这个打不赢就叫战败哟。对在印太也是一样我赌不了你中共的话，那我就还成什么世界老大但是即便如此，习近平因为他没有什么牌，所以他就要打台湾牌。什么叫台湾牌呢？就是我们稍微用这个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今天我们讲围堵中国，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围堵基本上有3大块，美日一块，美台一块，美菲一块我们把称之为叫三叉戟战略了三叉戟战略这里头哪一块是最软弱的？美台因为美日跟美菲它都有集体安全的条约保障，美日安保跟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只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一种防卫性的一种美国的保护主义之下的一种做法等等，所以台湾是一个缺口，是个短板，所以习近平很容易的就想利用台湾来做一个突破。因为中共在天下为中的这样围堵状态之下，它只有一条路嘛，就突围嘛。就像当年他在江西瑞金的时候，25000里长征，他无路可去他当时很可惜他没有跑到台湾来了所以他就是突围，只有突围一条路。从哪里突围呢？找最软弱的地方。当然我们讲说我们台湾最软弱，有一点好像是消自己的志气。对，但是确实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党军购打到今天为止，我们民意没有巨大的反弹嘞。好像党也无所谓还有台湾人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我称之为小确幸主义什么叫小确幸主义就是台风来的时候不关心防灾，关心有没有台风假然后关心这个菜市场的这个卤肉饭有没有涨价等等的。这种小确幸其实就恕我直言吧，就是不要和平就以为不要战争就以为战争不会从天而降。然后我要和平，和平就怎么样，像这个树上的成熟的果子就自然会掉下来一样。就和平不用代价和平不用代价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心理的脆弱性。中共充分掌握到台湾民心的脆弱点在什么地方。拒战嘛，然后渴望和平。我们不是讲说渴望和平不可以，但是你如果渴望的是一种求来的和平，败来的和平，或者是贵来的这个和平的话，这个就不是真的和平，是假和平。但是即便如此，习近平绝对会利用台湾牌来跟美国搞筹码对抗，同时在台湾内部建立他的岛内的代理政权，从内部来统一台湾。我称之为内统，就是从台湾内部来统一台湾，因为武统成本太高那合统呢？合统的话，好像有绝大部分的台湾人也不见得买单。现在用高 CP 值的最廉价内统对。从你台湾内部本身来瓦解你台湾是所以中共的这种统战系统或者叫国台办系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你说这个作战，这个统战已经在开始了。因为刚刚讲，你现在台湾你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讯息进来了。他现在讲，我开始反美，不是反美，我是开始从以美开始。我现在开始怀疑美国，因为其实台湾现在有非常强的以美论。对，就是你到底美国是不是要保护台湾？还是你要把台湾吃干抹净？就从台积电要到美国去，然后呢，包括我今天的这个军购，包括川普在伊朗，你到底能不能打得下来？你对这些盟邦的这些承诺，
就是你会发现在台湾就有很多的这样的讯息，不断的这样滚，不断这样转，所以让这个以美论拉到了一个高峰。那这个对台湾内部，或者是说对整个中美台之间也有影响吗？我觉得它影响是很大，而且蛮负面的。虽然我认为以美论它是更多的成分是操作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一个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必须这么样客观来讲，过去美国也确实有抛弃盟友的历史啊，越战嘛，乃至于就是说在中东地区也有这些甚至不良的记录但是各位要记得过去美国的一些不良的记录，并不表示它会复制在美台关系上面所以很多人一听到就说，哎呦，川习会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对其实是杞人忧天我举2个理由就够了第一，台湾一斤卖多少钱嘛？你说交易的话，也要川普交易台湾之后，从中共那边获得应该要有的一个报酬，这才叫交易嘛那么中共能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可以啦，还可以台湾人给一个什么惠台实政策，可是习近平能够对川普给出什么样的优惠你是要放弃对美国的所有的抵抗，还是巴拉巴拉等等的？习近平提不出任何的筹码去跟川普交换台湾，这个才叫实力主义的一个交易嘛另外的话，我们设想川普如果卖了台湾当然他怎么卖我们先不谈，他就卖了台湾放弃了军售，然后台湾关系法也废了然后所有的这个有台这个政策全部废光光了，美国得到什么？他除了得到国家利益的损失跟国家耻辱之外，他得不到什么呀？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也就是说，在美中对抗里面，大家都没有想到台湾居然扮演一个最关键的棋子。对，或者我扮演最关键的角色。你不要说是我在第一岛链里面我的位置，因为我记得在川普2025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台湾的战略位置。我还不谈你的晶片我光谈你的战略位置。他说台湾的战略位置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这个重要是我北连接东北亚，南连接东南亚，也就是说整个东亚中间的枢纽的位置是在台湾。更不用讲台湾的晶片是未来美中争霸里面要技术领先，因为他说我在太空要领先，我在 AI 要领先，我在量子要领先，我在很多区域领先。而这个领先的关键里面，台湾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也就是说，现在我觉得美中在对抗台湾，或者美中都想拿下台湾，它不是情感。我觉得中国不是历史情感，我觉得对美国也不是面子问题。他们要拿下台湾，那都是实打实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问题。因为台湾的位置的问题，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整个制造业刚好发展成一个全 AI 系统的这个岛屿。对，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跟美国都一定要拿到。我的看法是说，谁拿到台湾，谁才是美中争霸的霸主。如果中国拿到了，他就出第一岛链了，他就可以威胁到美国的东岸了，他就可以打破了美国老大哥的这个霸权了。他只要拿下台湾，日韩就要妥协了，整个东南亚就要妥协了，美国的霸主就没了。美国的霸主一没了，他的美元系统会完全的崩溃。对，那你如果说今天美国持续的掌握，他就可以拉开他跟中国的一个差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直不懂是说，台湾我们现在这么重要，台湾现在这么宝贵，我们是一个珍宝，你要把自己好好卖掉。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这样子这么把自己贱价的卖到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开价，没有开价的状况下，你就要卖到中国，这是我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应该讲国民党卖台湾但是台湾人民不见得愿意卖台湾。所以国民党的路线并不等于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这一点第二的话，其实得台湾者得天下。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讲第一岛链好了这个美国也一直在讲第一岛链。其实第一岛链它可以分成3块。北链、中链跟南链。对，那么北链美国的战略部署，中链的战略部署跟南链战略各有所不同北链当然是美日安保去照顾它，南链当然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中链呢？中链的话，当然美国台湾关系法军售等等的但是注意在北链、中链跟南链当中，台湾刚好是有点像我们那个皮带皮带要把它弄紧的时候，它扣环。对，所以台湾的战略地位叫扣环的这个地位。
这个扣环一旦松掉，你皮带就抓不紧，对，它不能够去拉紧北链的这个战略的力道，同时它也没有办法去牵引或者是保障南链的这个战略的力道啊。所以台湾这个环扣这个战略本身是美国非常重视的，因为它一旦松脱，不仅是整个岛链的松脱，是美国整个领导地位、领导链的一个松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2件事情我们台湾千万不能自卑了啊，要非常有自信的，而且要有这个自觉和自强。2件事情是让我们应该觉得很骄傲的啊。第一个就是说是台积电，台积电不是光是一个半导体工厂而已哈，台积电本身我们真细盾嘛哈，台积电只要停工，全世界经济立刻窒息嘛，对，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它危机的时候叫做叶克膜，平常的时候它叫怎么样？它叫健保食品啊。所以台积电的重要性不是光是一个半导体厂的一个重要性，而是指世界之牛耳，全球这一个晶片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地位，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样的软弱、害怕、担忧？那么中共这样的一种威胁的这个力量，对，哎呀，中共就是纸老虎一只啦啊！我举3件事情，第一个，你觉得他“一带一路”现在到底是穷途末路呢，还是一路高升呢？啊，最近这个他匈牙利的那个大好了奥本嘛哈，对，哎呀，他是这个中国的铁杆兄弟啊，所以中共的铁杆现在变成怎么样木杆子了啊？所以也倒了嘛。所以你看，整个中共在全世界，类似像这一次政协会一样，试图去培养这个反美代理政权的节点，一一被川普拆除了嘛，从委内瑞拉一直到伊朗啊，还有最近的匈牙利这个选举啊。所以这点，美国所重视的这个战略的价值，不是说他爱台湾，而是台湾啊对美国来讲很重要。中共常讲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不起，美国只是没讲而已，也是核心利益，台湾才是美国真正的核心的利益啊。所以我们不要这种这么道听途说的疑媚，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提供武器卖给我们保卫自己的国家嘛？就只有美国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亲美，然后我们这个甜美，不是，我们就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确实是从49年以来一直在帮助我们嘛，对啊，所以你这个如果你要去亲共的话，那岂不是认贼作父，敌友不分吗？所以我要讲究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不仅仅是反共的最前线，其实是民主自由价值的最前线。我们今天保台不是说保这个2300万或者是这个我们的土地而已，其实我们是保一个人类文明、生命伦理的延续性的这样一条路上。战争是会闹人命的，我们不喜欢战争，但是和平本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用这个意志力量去通过我们保护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伦理、文明的这个堡垒、文明的保卫战的这个角度。然后产出了对于这个自由对于专制集权的本身的一种对抗。可是对台湾人还来讲，您刚才也提到说，在台湾很多反战的声音，很多人也希望我要和平，和平对台湾来讲其实是有吸引力的。那其实我要问的另外问题是说，现在中国，因为很多人讲我要跟中国和平，我要友中，我要干嘛？我就是希望不要打仗。可这个不要打仗是到底你自己的态度谦卑就可以不要打仗，还是说我的姿态要很强，我才能不要打仗？还有美国现在是不是已经 deterrent？ 他们就是一直讲我要绝对的威吓。我的绝对的威吓是不是已经让习近平觉得我的2027不可能打仗了？因为他的2027不可能打仗，所以他才改弦易张，赶快找了一个郑丽文，在台湾找了他的代理人，我开始要去用台湾内部来去破解。我就说你到底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现在要打台湾，他要面对比以前过去更困难的条件。对，我想请问各位观众哈，关于和平这个字眼，你觉得台湾的定义跟大陆的定义是完全一样的吗？国民党说要和平才能躺平嘛哈，对中共来讲的话是只有统一才有和平。所以国民党是和平就是躺平，中共来讲是和平只能是统一所以这里头两岸之间的定义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台湾人当然有权利去希望和平，
渴望和平，但是你的和平不等于中共赐给你的，对，他想要跟你的这个达成的这个和平。那是不是美国他们现在的力量已经逼着中国，他们没有办法对台湾予取予求？因为之前他的帕帕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他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曾经讲过，就是说他希望习近平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打开门。打开窗子里说：“哎，今天不是适合犯台。”他就把门关起来。也就我一直要用绝对的威力，而这个绝对威力从委内瑞拉到了伊朗，你展现的那个完全不同世代的战争，而这个完全不同世代的战争，你刚刚讲的，在伊朗跟委内瑞拉都有中国最好的防空武器，也有俄罗斯最好的防空器，还有SAM 300，它有SAM 400，它有红旗 9B， 它甚至有它的最好的所谓的这个防空网，它是个号称可以连它连隐形载机都可以的，就都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不是这个技术的代差，其实也让，其实我觉得你已经让中国放弃，不太敢越雷池一步了。对，我们先看一下简短的历史哈。96年的台海危机，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吓是最具有信心的，他直接打飞弹，打2个飞弹，打2个飞弹。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三段路下滑啊。第二阶段是什么？佩洛西访台，搞了一个围台的一个军演啊。而且把它飞弹还射到日本的这个经济区里面。第三个阶段呢，叫做我们讲现在好了啊，就是美国川普总统在处理了委内瑞拉啊，然后接下来处理古巴嘛，然后现在他说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嘛啊等等的，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第三阶段的话，就我们开始来到了2027中共攻台的可能性啊。我刚刚提到中共要攻台。你即便是伤人1000，你自己一定自损800嘛，所以它是一个战争成本。我们从战争损益论的角度来看，那个战争的成本本身，我认为不是中共自己能够承受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战力到底是虚的还是实的？前阵子不是这个整顿这个火箭军吗？听说那火箭军的那个飞弹里面是水装的吗？然后打出来的时候，嘣掉地上，我真的叫仙女棒了等等。还有最近不是有清理那个马兴瑞吗？对，马兴瑞那个是军工系统里面的这个力量等等。而且很重要的是，他跟彭丽媛是有同乡关系的。他们是同一个省级的，山东帮山东省的所以这一连串事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对于台湾的武力威吓或者是侵台的这个能量等等的，事实上是一路在下滑的还有美伊战争，川普打伊朗嘛，其实也是打给中共看的哟。中共看得很清楚我从他的内部资料我已经看到，美中之间在军事科技上存在着明显而难以跨越的科技代差，就是一代的差别，不是1-2年，是一个代际的差别。所以美国能够把伊朗打成这个样子的话，而且伊朗的抵抗马上就应该面临崩溃。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难道中共你自己不会头脑清醒想一想吗？我如果打台湾的话，我会不会面临到跟伊朗一样的命运？所以有人讲说什么今日核武之明日台湾海峡，不是今日伊朗明日中共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所以那个代价本身，无论你从这个成本效益来看，或者是跟你美中之间战力的代差来看的话，都使得至少我认为中共不敢轻易对台动武了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的话，当然长期他不会放弃，所以他因此他在势力自己软弱的时候，他就会跟你搞谈判当年这个每次都这样子。当他势力很强大的时候，他连谈都不谈，看都不看一眼，要直接把你吃掉所以现在是目前我认为在两岸关系当中，其实中共是处于一个历史上最弱势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我讲个例子吧，他以前认为说打台湾就是打美国嘛对，现在加一个日本进来了现在打台湾不仅要打美国，而且要打日本对，日本最近这个他的那个国防情报蓝皮书他已经把中共降格嘛他再也不是我过去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他现在变成怎么样？变成是我重要的邻居。其实那个重要是添上去的，客气一点其实是恶霸恶邻嘛所以因此日本讲说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不是随便讲的呀那个是整个日本的整个战略的角色和战略的这个地位重新做那种脱胎换骨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所以高社长们其实讲得很含蓄
所以你看他现在各种作为，明年要修宪法，要修宪法明年要修宪法啊，而且他国会绝对多数嘛一提就通过。第二个的话，整个西南群岛全部要盖一个飞弹长城啊，而且是增程式的飞弹，可以直接打到你中国沿海的港口啊等等。所以你说中共常去骚扰钓鱼台，这个在日本眼里面是小打小闹，根本不理会你。我现在是要真诚的对中共源头打击啊！所以你看看，中共现在要打台湾，不是说2027的这个问题啊，我是一向不认为台海的危机好像那个 TikTok， 然后时间到然后我们就打台湾，不是这样的逻辑了啊！它是整个一个战略态势的一个估算，但是可以肯定，2027攻台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微乎其微。因为我们刚综合各种因素来看的话，无论是战争的成本，他对付的敌人，乃至跟美军之间的一个战力的代差等等的，所有的因素基本上都不利于在2027时间到，让我们打台湾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发生。而且其实看起来现在对中国来讲，它的压力越大。对，因为以前美国都会有一个说法，是我不会去主动去对付一个拥有核子的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日本、包括台湾，我们都是防卫性的，我们的攻击距离都是非常短的。可是你就发现，美国现在不一样了。美国现在从日本到了台湾，它都有远程的这个所谓的攻击武力。对，它现在的12式是可以打到1500公里。他现在卖他的战斧飞弹，战斧飞弹是可以放在这个舰队上的，那也可以打到1600公里。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日本讲的源头打击已经不是说嘴巴讲的，他现在只是第一枪不会日本打，可是只要第一枪不是我打，你只要打第一枪，我是可以反击到你的源头打击。也就以前中国还觉得说，反正战场永远在台湾海峡，战场永远在台湾，战场永远在西南诸岛，不会在我的中国。可是现在美国的策略是，我源头打击是你如果要打，我的战场是在你中国，这个对中国来讲，那就是面对非常大的压力。而且你又看到美国现在，他把你所有的，把这简直知道他的核子弹头放在秦岭的下面，而且更好笑的是，他把弹头、弹体、发射器3个放在不同的地方，你光是把这3个放在一起，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就可以把你一一的给击破。所以说，现在美国已经刚刚讲 deterrent， 就是已经告诉你说，我已经知道你东西在哪里了。而且我是可以攻击到你的北京，我是可以攻击到你的上海，我是可以做还击的。那这样的一个压力，我觉得对中国来讲，现在有一点点无法承受。这无法承受，我觉得才会有郑丽文的跑出来。对，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军力的代差嘛。其实现在应该来讲，不只是光美国可以对中共进行我针对源头打击或者是一种叫做这个纵深的一个打击等等，包括日本、菲律宾也行台湾现在也可以啊。台湾现在飞弹其实已经可以打到大陆的这个，至少是这个沿岸这个地区。如果我今天军购不挡，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挡军购。对，他要挡军购的一个非常关键原因是，我们的海马斯是可以打到300到500，300到500对，我们可以把福建沿岸的所有的基地都打掉。而且如果我们今天是这个军购案，我们可以去加入它的 C5ISR， 等于说我的征收所有的情资，我的 F16上去以后，我不用自己侦测 ，F16可以马上被印太司令接管。然后 F16的飞行员马上可以知道你的坐标，他可以马上跟所有的美军做联通。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不能忍受的，中国不能忍受，所以才非要国民党非要把这个军购给挡下来不可。对，所以我刚刚讲嘛，军购是台湾的保命符挡军购是中共的保命符。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吧？而且我们过去讲从台海危机我希望大家能够改变一点思维，将来的不叫台海危机，叫沿海危机。沿海危机，谁的沿海？不是台湾的沿海，中国的沿海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大陆内部还是决定它会不会对台动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常讲底气，现在这个中共打台湾的底气，除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我觉得它缺乏这样的一个实力为什么它缺乏这样一个实力？因为整个印太地区对中共的这个嚇阻和围堵的态势已经大幅度的进化。所以不只是美国它从不管是潜射或者是陆射等等，能够打到这个日本的本土，这个中国的本土，美国连你核子库我都可以打到你
啊，所以为什么你看他每次3不5时来公布一下核子部署怎么样，火箭军的位置，火箭军的位置啊，连包括那个厨房在什么地方啊，等都能够弄清楚，伙夫的名字都有。对，他就是精准的远程打击。我再讲一遍，精准的远程打击啊。那日本有没有这个能力？他已经有这个能力，日本也有，已经有了。他现在这个增程式的这个飞弹已经能够至少打到什么青岛啊、天津是没有问题的。那台湾更近，它直接可以打到这个大陆的那个内陆。菲律宾的台风系统也一样可以打得到。你打不到这个内陆，我至少可以打到它的南部战区吧，啊等等。所以它现在中共一线多线作战了。以前就是说是我只要这个封锁渡海，然后登陆我就拿下台湾。现在你可能这个连出海的机会都没有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研究中共的问题啊，还有从战略上的分析所得到的一个，我认为是很客观的一个结果。就他不是讲说他现在军队下饺子的速度，他现在又有做潜水艇，他又做大型航空母舰，他航空母舰都还可以做电磁的弹射，然后他的这个所谓的动55、动56、动57都已经可以说非常运作的非常成熟，那难道不会对整个台湾或者是对整个印太造成威胁吗？正好相反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讲现代战争，其实打这个是一个低成本的战争，我称之为低价战争啊。所以你下饺子下那么多，事实上只有就是浪费你的国防经费之外，实际上并不能发挥现代战争应该要有的效果。现代战争是什么东西呢？我称之为廉价的战争，或者说是便宜的战争。你看伊朗用2万块钱的无人机去打200万的这个爱国者这个飞弹等等的。台湾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个战略或者是战争形态的脉动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一方面要搞核能嘛哈，我也主张台湾应该要搞这个所谓的 SMR 堆叠式的这样的模组型的一个核能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台湾一定要发展所谓的无人机蜂群系统，蜂群战略啊。我一次，我认为台湾至少100万架，对100万架出去10万，被你打掉5万，我另外还有5万，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容错率很低，而且能够续战力很高的一个做法。所以台湾今天如果能够，我们不要讲重启核能啊，因为未来的核能不是电厂，叫做模组。所以重启这个字眼不对啊，我们应该要另建转型这个模组的一个核能啊，平时呢来作为绿能的发电，暂时来作为核子威吓。这个不要觉得就是说好像核子的很恐怖啊，核子其实是一种保命的一个武器。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发展新形态的一个战术的系统。这个包括就是说，你看。为什么俄乌战争？你看像乌克兰慢慢在逆转这个形势，对，而且他还帮助美国在用无人机来对付伊朗等等的，所以台湾的这个 AI 制导的无人机的蜂群战略，像一次像群蜂这样出席一样的那样的战略，一定是台湾的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因为我看到一个最新数字，就是在俄乌战场上面，对。92%的伤亡，有92%造成俄军的伤亡都是无人机，对，不是以过去的飞机、大炮、坦克啦、监视武器，不是，它基本上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运作已经是出神入化了。对，因为他们用的它跟俄罗斯用的无人机的晶片不一样啊。对，当然这一定有台湾提供的晶片，是吗？或者是经过他买台湾买台湾的这个晶片那其实俄罗斯也有无人机啊，对但是要么飞了一半掉下来，要么就是打不准等等的。现在就说 AI 制导才是真正能够做精准打击，而俄罗斯其实是传统的无人机了啊。所以你看那个见证者嘛见证者其实伊朗造的嘛他拿到俄罗斯去的时候，俄国人老是打不准然后这个在伊朗要打美国的时候，好像打得蛮准的那个什么 F11也被打下来了。当然，这里头有中共提供的那个监射系的那种低空防空的飞弹等等的所以无人机这种东西就是 AI 的武器化，在无人机系统当中里面精准的由 AI 来制导，而且这个 AI 本身是个统合作战的 AI 系统，不是光是一个 AI 一个单一的机器，这个是台湾的救命的药单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讲吧就说。我们
当然，你就面对着国民党党军购，军购可能我觉得是希望不大啊。你觉得过不了了啊？过不了，因为他奉旨听命嘛哈。对，至少我觉得在几个月之内很难通过，除非美国制裁国民党。他制裁方法很多哟。下次有机会我来揭秘哈。OK。他的这个制裁方法很多。你觉得美国会出手？会出手。因为美国如果不出手的话，军购一直过不去的话，不仅台美的军售会断裂嘛，对，美台关系会受到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所部署的这种围堵的力量，嚇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基本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台湾既然是个环扣，你不能让这个环扣松掉嘛，对，所以各位注意哈，美国现在总统是川普啊，川普一生气一变脸，世界就为之大变嘛，哈。所以他难保你哪一天对国民党生气，然后他就拿出了各种办法来对付国民党。所以制裁不是没有，只是还没有拿出来而已。那庄老师，您特别提到，您之前写一本《世述中国》，您最新出的是《围堵中国》。对。那您的《围堵中国》里面，你其实对中国的未来其实是悲观的。对。因为他本来是18，然后呢，他现在已经连保5，甚至搞不好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是副省长了。这个对中国的内部，你用内爆2个字，那么中国后来会内爆，对，他真的会内爆吗？他现在我们当然从外面看，外面看人就讲，哎呀，他中国的高楼大厦啦还是很漂亮啦，他这个道路还是很好啊什么的。可是他的真正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他的经济状况到底是如何？所谓的内爆的话，它内部有3个涡轮嘛，第一个是经济嘛，经济下他说5%都不到嘛，然后他所有的这个经济的这种救济的政策，这么多年下来看不出效果啊。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社会火山呢，你想想看，大陆的民众曾经经过一个改革开放的富裕的年代，然后现在忍受到这样的一种低水平的这种生活，大陆的经济基本上已经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对，我称之为零工经济啊，你看博士都去开网约车嘛，等等。最重要的就是外交。外交为什么？其实外面为什么叫内爆呢？因为外交会引起它国内各种内爆因素本身的连环爆，比如说财政，维稳很花钱对然后你这个每年这个7%多少7或者是10几的这种军费的这个成长，那你要看你的政府本身有没有足够的财政的支撑嘛，而且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你看他的整个国际的这个名誉国际的这个，你看他提出很多的什么和平方案嘛，什么俄乌战争的什么政治解决，没有人理你然后这一次他吹牛他吹牛讲说，我帮助了美国跟伊朗这个停火等等的比如说王毅打1通电话，然后伊朗就愿意停火，他打26通你觉得你会相信吗？我当然不相信，你的军队都不敢过去，凭什么听你的？对呀，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我在很多的节目里面我讲，中共还甚至按住伊朗嘛，他提供那个叫做高氯酸铵跟高氯酸钠这2个化学前提是制造那个固体燃料，飞弹固体燃料这个必须要的还有用这个引资金融引资这个供应链等等来帮助伊朗这个延续它的这个战争的力量等等的那当然他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叙事战争里面我们就不多说了所以基本上来讲，照理说你说美国打伊朗，其实有很大的成分是美国要挺以色列，是美国是以色列极力的怂恿美国去打伊朗等等的。那你伊朗受难的时候，你看中国挺不挺伊朗？没有办法挺，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挺，对不对？而且你看美国为了救那 F-11的那个飞官，花了4亿美金中共呢？中共在驻西藏的这个士兵当中里面，头盔里面是装了一个自毁装置哟。我听说了。这个自毁装置本身，一方面就是你士兵如果自己觉得不行了，你自己按你自己自杀。那么另外的话，那么就是看你可能要投降然后会成为俘虏，这是国家的植入等等。远端的指挥部可以做长程远端遥控的，叫做电子自杀或者电子屠杀啦这样讲。是真的，是真的。这是中共自己的报刊自己所发布出来了。后来有人抗议之后还来删掉，但是那个资料
还是留下来了啊，被我保存下来的这个资料。所以你两相对比的话，你就可以看出什么叫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吗？美国是人命关天，一个非官的人命要高于几亿的这个武器的这个价值。可是中共却可以，因为就是说你怕你丢掉国家的面子，因为你被俘虏会被羞辱等等的。你即使不想巡视，我也可以在远处用遥控的方式把你置于死地。所以这种对比就人类的基本生命伦理最根本的那样的一个黑与白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是文明与野蛮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区别嘛所以你从各种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内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好，那宋老师，最后一个东西是，当然这几年来他们就做了很多“一带一路”。刚才讲，我也做了一些，包括珍珠链啦，我要包围，不管是自己的生命线也好，我要去包围美国也好。就没有想到现在一个一个都被端掉了。对，你特别刚刚谈到匈牙利也是一个，本来是委内瑞拉，现在是伊朗、古巴，现在连匈牙利，那是不是代表说现在中国在外面的一带一路，它现在所有的盟友一个一个都被减掉了？这减掉了以后，你的这个几个问题，你的大量的产能你很难再输出了。还有你之前在外面欠了这么多钱，你花了这么多的代价，那么全部都打水漂了。对，应该是呆账高筑了。不是在台高筑，而是呆账高筑中共的一带一路是什么东西？一个是走陆路到欧洲等等的，所以而且匈牙利本身是旗舰国家，那么中共在匈牙利盖了一个叫做匈塞铁路，就是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这铁路，那个叫做中共在欧洲的旗舰工程现在奥班下台，这个工程我看就只能变烂尾了那伊朗更不用讲了，美国一直试图通过这个伊朗这样的一个他们所谓的抵抗之湖的这样一个路线，希望能够这个在地方消耗美国这个战力。伊朗垮台之后，中国在中东已经完全没有影响力了。你就没有影响力了？没有影响力那我们讲南美嘛，那南美更糟糕，对，就没了。南美这个马杜罗不仅是半夜当中被美国直接提着脑袋到这个美国，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中共在这个委内瑞拉，投资的这个是巨额的这个投资，但是这个巨额的投资，就像这次奥班一样，奥班跟中共的这种官商勾结、贿赂这个东西，我看很快就会被爆出来了，因为你下台了。那这个中共跟这个马杜罗之间的这个账，那更是很难以去算。接下来还有古巴，所以你看，今天就是“一带一路”，假如说我认为，如果是中共认为它是中共在全球的一种战略的一个三脚架的话，现在不是3缺1而已是3缺23缺2所以基本上地基都已经不稳了。还有这个呆账如果收不回来的话，永远都是中共财政上的一种拖油瓶。对，在它目前内需紧缩而且经济迟缓的现象之下，这会变成是一种叫做器官衰竭的状态了双重并发的一个状态。所以“一带一路”以前我说它是勒紧腰带的不归路。现在应该改口叫做穷途末路。穷途末路。我们刚才讲，现在全世界的主旋律当然就是美中对抗，因为现在中国崛起对美国造成极大的威胁，而且现在很清楚，这就是大国的悲剧。你当中国起来以后，王者必霸，你这个大者必，然后开始呢就威胁到美国，美国一定会制裁。在台湾刚好就在中美争霸的这个最中间，其实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注意到。今天台湾不管就地理位置，今天台湾就我的产业能力，都是中美兵家必争之地。你不用担心别人把你给放弃，重点是你要在整个过程里面选择台湾的最大利。非常谢谢宋老师今天加我们讨论，谢谢宋老师，谢谢宝哲兄，谢谢各位观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